朋友们好，今天和大家说说我在4月份地栽的5颗铁线莲，它们目前的状态都怎样了？我呢在没有种铁线莲之前呢，只是上网呢去了解了它们的各种习性，原本以为呢很有信心把它们种好，但是种了以后呢才实践出真知。那其实大家现在已经看到了，我的铁线莲被关在网子里面。那如果我不这么做呢，铁线莲几乎无法在我的后院生长，因为呢它是兔子非常喜欢的一种美食。所以买铁线莲的小苗呢，就一定呢要把它们呢用这些网子保护一下。因为小苗很嫩，它的茎叶太嫩了，所以小兔子吃起来很方便，它就会很喜欢吃。我呢有一颗已经开花了，另外还有一颗呢结了花苞，长得呢也挺好的。我在种它们的时候呢在它们的底部呢埋了一些松针，但是第一颗已经开花的那一颗呢是没有埋，因为我种第一颗的时候忘记了，后来我也没有再把它挖出来。因为我给它用的土呢也是那种就是花园土，比较疏松的，所以我就没有再加松针进去到它的底部，只是在上面撒了一层。那我感觉到呢，我园子里面的这个泥土的酸碱性我没有用试纸去试，但是我觉得我园子里面的这个土呢，酸碱性应该是偏中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一年在2021年的时候种过菜，当时施肥呢以偏酸性为主的肥，之后呢停了1年没有种，平时呢有一些什么鸡蛋壳呀、树叶呀都埋在那里。我觉得我的土呢应该不是那种碱性很重的土，它应该是中性的土。那我加少量的松针呢，也只是就是说使我的泥土呢基本上是在保持中性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它们在这样的泥土里呢，我的铁线莲呢长势还行。不过呢，为什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它们都好像比我一开始买来的时候都要小了呢？是因为呢被兔子吃掉了很多，因为我一开始头3天没有加这个网，这个就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因为小苗呢太嫩了，我不知道兔子可以吃得这么猛，所以大概一夜之间呢就把它们基本上吃的都快要贴地面了，有的只剩下大概半尺那么高，和我刚买来的时候有1尺比1尺还要高的那个小苗呢相比就变小了，而且有的呢枝条就被它完全吃死了。这个呢导致我最后呢把其中有一个长势很差的呢就放到了盆里去种。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颗不仅被兔子咬得很惨，还被鼻涕虫缠上了，几乎每一天都有鼻涕虫来咬它，以至于它连小芽都发不出来。再加上气候呢在4月份的时候又不断的出现寒冷的迹象，所以有的时候气温偏低呢也影响铁线莲的生长。虽然它是耐寒，它不会被冻死，它确实不会，但是呢它就长得不旺，再加上有东西吃它，它就非常受磨难，以至于我呢不得不呢把这一棵小苗搬到家里去，并且呢每一天这样搬进搬出，因为晚上呢我怕它气温太低了影响它的生长。这样呢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目前它们的状态是这样，5颗呢确实都活下来了。有2颗呢是活得最好的，1颗呢就是
大家看到的这颗开花的这一颗，它的状态非常不错。其实它也被兔子咬掉了最上面的花苞，而且藤蔓啊什么的都被咬掉了，有1/3那么多。但是最终呢，它还是不错。我把它保护在这个小笼子里面以后呢，它就开始猛长花苞。那现在呢，它有一朵花开了，还有一朵花呢是处于萌芽，就是接近要盛开的状态，已经长得很大了，也就在这一周以内吧，它就会盛开。然后另外还有一颗呢是原来是大红色的。大红色呢应该是很出放异养的一种，因为我去花店看，发现他们出售的铁线莲当中，像大红的呢都是放在价格比较低一些，并且养护的比较一看就是说很容易养护，所以不是特别的呵护的情况下也长得很泼的那个样子的，所以其实红色的呢相对来说好养。另外还有2颗呢，有一颗是蓝色的，还有一颗是粉色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应该来说现在已经5月下旬了，它们这样的状态呢能活下来了，再加上我这样的保护呢，它们也不会再被兔子咬得很受伤。应该说5颗铁线莲呢都活下来了。长得好的呢就是我呢觉得应该跟它们原来的这个品种有关系，就是它这个品种更加容易出放异养有关系。还有兔子少吃2口的呢就长得好一些，兔子咬到贴地皮了，那就是只能看小芽了。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关于这5颗铁线莲小苗的命运。从中呢我呢收获了一些实践经验，希望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朋友呢能够从中获益，以后在买小苗的时候呢就知道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更好的养护了。另外我要补充一下呢，因为它这个小苗出售的时候在说明书上说，如果你的土粘性太大的话呢，可以在底部呢加上peat moss 来调节这个土壤的这个疏松度。那我呢当时呢因为手边没有，就用了小的松针，但是第一颗开花的这一颗呢我没有用，因为第一颗种的时候就这样种下去了。那因为我用的土比较疏松，所以没有用，但是后面几颗是用的。那我现在呢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特别大的差距，就是第一颗呢还是开花了，那么后面几颗呢状态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差距呢不是很大。不过呢我每一颗呢在种好以后上面呢都是撒上松针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它这个变化可能很细微，或者说在长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才能看出来。那么我觉得呢其实就是在底部加一些松针呢肯定是不会有害处，特别是它说明书上那么说呢这么做肯定就不会有任何害处，而且呢确实可以使那个粘土呢要疏松得多，对它的根部会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么其他几颗呢我是在种的时候底部都加了松针，那可以看出来它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挺好的，没有因为加了松针有什么影响。那看起来呢它也不比第一颗差多少，只是因为兔子吃了以后呢开花慢一点，而这颗红色的呢长势非常不错，所以它们像这颗红色的不仅底部加了松针，种好以后呢上面也加的，所以我觉得松针对于这个铁线莲来说肯定不是一个有害的东西。
能够提高它土壤的这个疏松度，并且对于这个我原先园子里面这个土粘性很高的这一部分土壤呢，有了松针，确实就对铁线莲的根部成长有一些好处。可以看到，就是我在园子里种的这几棵状态都挺好，但是花盆里那一棵呢，无论是底部还是上面呢，都没有给它加松针，长得呢就很弱。那个土呢也是就是原来的土，就是商店里买来的时候土，所以那个土已经肥力已经没有了，我又没有另外施肥，所以状态就差一些。那么后面呢，我要重新把它们种下去，我呢还是会用在底部加松针，上面覆盖松针的方法。随后呢，我会告诉大家它重新地栽以后长势会怎样。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在后期如果关于铁线莲再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我还会和大家继续交流。希望呢今年呢不仅只有1棵能看花，后面呢希望能看到2、3棵。到秋天的时候呢，相信呢还会有惊喜。好，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